my name. All the people here, you know my name. 个个都想装熟，手人手让你很有脸。你给我是香点，我们互不相欠。我说什么干什么听什么穿什么爱什么都想来指点，矜持一点。我不是你的谁那个谁，我不会让你消沉。滚远一点，你不是我的谁那个谁，你得跟我不上脸。我不想跟你颠，头发上马浪费时间。给我 shut up， 然后 get up，back up before 我翻脸。胡说，他们都爱吃着甜点，看我就像光神灵都不远，不用你啰嗦，不用这种表演，这种表演换取你的视线，有种就别躲在屏幕后面，有错我也不会害怕道歉，我的世界已经离你太远，与你在变，红了你的双眼，再度的往后比앞서动不了我그겠어 내가 너를 원해 hey Thought we built an empire, a tribute to our love. We ruled with an iron will, but shed so much blood. Oh, how we should have been afraid. We are trapped the ruins we have made. We thought we built an empire, but we were not enough. 回来了，过来吃早餐吧。我准备你最喜欢的 AM toast。 王丽莲，昨天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话，我应该更顾虑你的感受。不过我真的觉得你是有能力做到更高的位置的。别说这些了，吃吧。 对了，昨晚你去哪里了？我跟台灯一起去喝酒。然后呢？喝太多，在台灯加过夜啊？酒不要喝太多啊，很伤身的。 走。对的。真的吗？哦，
出乎我们的意料了。这就表示你跟永熙的缘分还没有断。对，你要继续珍惜你们之间的缘分。现在人家乘胜追击，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情曝光。那个臭 Olivia 肯定不能接受永熙的背叛。你只要在这件事上煽几把火，让它烧起来，就不会再扑灭了。苦肉计，继续利用永熙的同情心。这是上天给你的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把握。永熙，还给你。谢谢。那天，不用解释。这沙爹面久久吃一次，味道挺好，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呢，其实和女人一样，是不是啊？你现在到底要怎样啊？我打算向奥利维坦白。啊 ？No， 既然我做了对不起奥利维的事情，我就应该承担责任。你让奥利维知道了，他会怎样？啊？你之前已经伤了若琪的心，现在还要再伤另外一个女人的心啊？我选择坦白。错！哎呀，错！如果你向奥利维坦白了，那你们之间的感情，啊，你看，就像这个鸡腿，再也不完整啊！而且啊，搞不好奥利维会反过来狠狠咬你一口啊！所以我告诉你，有些事情打死都不能说，要不然到时候出事的就是你自己啊！不是要跟CEO一起吃饭吗？怎么了？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那晚我没有在泰坦人家过夜。我和若琪，对不起，我是喝醉了才会一时糊涂，才会做错事。没关系，不要那么紧张，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不在意，只要你的心在我这里就行了。你竟然用这种卑鄙手段跟我抢永熙！你以为你跟他上床，他就会回到你身边吗？永熙本来就是我老公，是你把他抢走的，我只是以牙还牙，这样有错吗？你自己留不住他，不要怪我。永熙是我的，我绝对不会让他回到你身边。
听说 boss 跟若琪旧情复燃，他们两个本来是干柴烈火，现在变成熊熊大火。真的假的？有 Olivia 那么强的灭火器在 ，Boss 跟若琪这场火还烧得起来？听说 Boss 和若琪被 Olivia 抓奸在床，而且 Olivia 还偷拍了他们的裸照。裸照？哇 ，so exciting! It's even more dramatic than dramas. I know, right? 听说 Boss 和若琪的裸照已经在网上疯传了，而且还是 Olivia 发的。你说发生这种事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不要再散播这种不实的传言了。若琪不是这种人。 最近我们的部门又有好戏看了。好戏？你又听说什么事啊？全公司都在传永熙跟若琪发生关系的事，你不可能不知道吧？这件事你也知道了？你听谁说的？别装了，不就是你传出来的吗？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老妹，什么事啊？ 什么？若琪永熙一夜情，这么劲爆 ！Hello everybody， 今天我们的 boss 买了很 famous 的糕点，请大家吃。我的同事们都很喜欢。对，有免费的东西我最喜欢的。头发有乱吗？没有，很帅。哎，伟汤，你看伟汤。哎呀 ，OK， 他们都很喜欢这些糕点。OK， 让我来介绍这些糕点给你们。每天在拍，会无聊吗？ 哎呀，年轻人是这样的啦，东拍西拍，好的也拍，坏的也拍，然后就公告天下。哎呦，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觉得他这样很难专心工作。不要对intern抱太高的期望，他不闯祸就已经很不错了。You are right 。有好吃的糕点，当然要有好喝的 kopi 跟 teh。我曾经跟 Roti Prata 店的老板学泡 teh tarik。建廷，去帮我拍一下吧。快，我拍一下。有了。 OK， 现在我就来泡给大家喝。这不错啊。当然了。 没事吧？没事。 没事。哎，先坐下来，坐下。Sorry。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哎呀，扶我啊！哎呦！你们刚才真的是 super fast， 就若琪的样子也很，帅。有一句 proverb 叫做英雄救美啊，对。不过这句话只能用在若琪身上，他们刚才是英雄救美，但是如果用在 Sandra 身上呢，就要改成英雄救丑。若琪脚受伤了，所以我怕他反应不过来。是啊，照顾伤残人士，人人有责嘛。问题是你们差点把我变成伤残人士。哎呀 ，Sandra， 你那么他没有那么容易受伤的。August， 我叫你复印100份的文件，你复印了没有？等一下，工作都还没有做完，还在那边什么跌打嘞？怎么不想毕业？我现在就去复印。大姐，心情不好也不要把气出在小弟弟身上嘛。Sorry， 我谢了，喝茶。昨天去Sunshine Mall，原本想在那里拍摄新一期的影片，但是逛到一半，商场里的灯突然从天花板掉了下来，我为了闪开，只能往后退，结果就撞上身后的柱子了。我知道这是意外，
但是那么调查这种事也太夸张了吧？而且事情发生后，商城那边也不闻不问，完全没有给我个交代，连去道歉也没有哎。所以，我决定必须站出来公开这件事情，避免大家和我一样，也在商场里受到伤害。这件事为什么没有人向我报告？还是你们跟我一样，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我们的确有收到工程部和保安部的通知，说有灯掉下来，他们也到现场查看过，说没有人受伤，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人因此受了伤。我觉得这个波波很可疑，如果他的伤势真的这么严重，应该第一时间跟我们接洽，或当场直播。为什么要等事情过了1天才放上网？而且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跟我们联络。我看他是想借题发挥，博出位。然后刚才国中看到目不转睛，都在流鼻血了。你们不要误会，其实我刚才是很认真的在看他背后的瘀伤。以我的经验，我觉得他背后的瘀伤不太像是被柱子撞伤的。但问题是，网民根本都不会管事情的真假。I think we can just ignore this Bobo。那些 netizens 也不是真心 support 他的。伟堂，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一定要息事宁人，尽快把事情解决。我不希望再看到网民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一定会处理好的。Why did you stop me？ 如果我们 compromise， 那个 Bobo 就越来越 arrogant。现在大部分的网民都站在 Bobo 那边指责我们，所以不管我们说什么，也不管真相是什么，大家就觉得我们在狡辩，这样只会让公司的形象受损。没错。而且当时发生事故的 CCTV 正好出现问题，没有录下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波波没有说谎。死无对证啊，只好认错了。很多时候将错就错是最好的方法了。将错就错，就像你和 boss 一样，离了婚又发生了关系。那你现在是从大老婆变成了小三，对吧？ You only make things worse， 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累，走开啦！我们讨论一下。啊，我会试着跟波波联络的。Focus， 我有话跟你说。你可能觉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在做自己。说话之前想清楚，看场合再说。让别人尴尬难堪，并不会让你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危害了自己。这些话你想听就听，不想听就算了。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静婷，空有能力，没有观察力。在职场上，你不仅要有能力，还要懂得做人，这样才能往上爬。那定位建廷啊，他的表现很好啊。波波小姐，今天我们找你来是想向你道歉，并且做出赔偿。之前你在我们集团旗下的商场内受伤，没有管理好商场的安全措施，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态度才是对的，错的是你们，你们应该负责 ，OK？ 波波小姐，那你想我们怎样负责？医药费不用说，肯定是你们来给。另外，你们必须赔偿我3万块的损失费。波波小姐，我们当然知道这次受伤肯定会造成你一定程度上的损失，但应该没3万块那么多吧？拜托，我这几天没有开直播卖东西，我的收入减少很多哎，难道你们不应该负责吗？别误会，我们当然愿意负责，但是这个金额也必须合理，不然我们很难向我们的管理层交代。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你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3万块。这2天因为你受伤了，不能开直播卖东西，应该损失了2000多块吧。现在我们的集团愿意赔偿你5000块，希望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诚意。区区5000块就想打发我？以我现在的知名度，只要我在网上说你们欺负我，不愿意认错，你们想想那些网民会怎么骂你们？你们的商场
会不会受到影响？到时候亏损的可就不止3万块了。波波小姐，谢谢你的时间。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里边，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只要公司愿意赔3万块，事情马上解决。3万块那么多？好喽。这个波波的伤肯定是 fake 的，他受了伤，为什么不第一时间 complain， 反而上网说我们的手并摸不好 ？Obviously， 他是假受伤，其实是想要骗公司的钱。这个人看来就是在捧公司大腿，才会这样污蔑我。我只是个银灯，不是正式员工，这么做对我根本没有好处。I just don't want her to get away with it。还只是 intern 啊？那我只能说这个人真是深谋远虑，这么快就在为未来铺路了。看来只要解决了我的事，他就可以升上正式员工了吧？他根本就是个饼波，平时只会 show off 他的身材，这样的人你们还要相信？我冰波？你们看凯翼集团的人多么没有素质啊！从今天开始，我绝不会踏进他们的商场。像这样没有素质又不安全的地方，大家还是和我一样，都不要去了吧。Focus， 你搞什么鬼啊？你在网上直播乱说什么？现在波波的粉丝说以后都不来我们的商场。我说的是事实，我不想公司被你 unnecessary loss。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意气用事，妥协才能顾全大局啊。伟堂，至少 Focus 的本意是好的，只是用错方式了。年轻人就是这样，坏在冲动。本来赔钱就没事了，现在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对啊 ，Focus， 你以后别那么冲动啦。至少他勇敢啊，敢正面的跟波波开战。这不是勇敢，是自视过高、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结果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到。对啊，本来是赔3万了，现在可能要赔5万。OK， 祸是我闯的 ，I'm willing to accept any punishment，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很好，你也知道做错事是要受处罚的，这是给你的警告信。Hello everybody， 我现在人在Sunshine Mall，为了证明波波小姐是在说谎，我今天特地再回到了这里，准备做个 experiment。这里就是 crime scene， 大家可以看到四周比较 spacious， 所以我就很 curious。灯管掉下来的时候 ，normally people 会闪到一边 ，but the problem is 这周围根本没有柱子。最靠近的柱子就在那边，所以灯管掉下来的时候，如果 Bobo 真的是撞到柱子，那他一定是那他一定是飞过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看了这支影片能想清楚，不要被他骗了，可以吗？我明明才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被人污蔑？说我是在骗钱。你们看，我的伤是真的，我是真的在商场里受了伤。请那些无聊的人不要再攻击我了。我不是说过要息事宁人，尽快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正视我的命令？你犯的错实在太严重了，影响到公司的形象。我必须提早结束你的实习期。难道把事实说出来也有错吗？每件事不是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可是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方法啊！坚持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是挺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世界就是那么不公平。你明明是为了公司好，却要受到处罚。
不要为了一次的挫折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很想放弃，但还是坚持到现在。你也可以的。I won't be defeated so easily. 那就好。其实有件事我挺好奇的，你为什么会对波波这种网红那么反感？我的前女友也是个网红，我一直都很反对她靠 showing off of figures to earn likes and views， 但是她就是不听，反而为了骗 likes 说我的坏话，还说我打她，最后我忍不住就甩掉了她。难怪每次你都会那么激动。失去一个不适合你的人，就是让自己有机会找个更适合你的人。那你就再也不要当 boss 跟 Olivia 的小三了，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对了，我觉得公司为了想要平息这件事，一定会要你向波波道歉，所以委屈一下自己，跟他道歉 ，OK？ 那我不是 betray 了自己？很多时候要看情况懂得变通的。等这件事情解决了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暂时妥协。Pick your battles wisely. That's very wise. 哇 ，Thank you 啊！最近我的下属在网络上对你的一些评语，梦为此感到非常的抱歉。你们这次再不拿出一些诚意，我可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等一下，我要在网上直播这一切，证明给大家看你是在污蔑我。波波小姐，波波小姐没有必要这样做吧？她已经认错了。好了，你可以开始道歉。Focus， 不用道歉了。大家，这位是 Serene， 她可以证明波波小姐并不是在我们商场受伤的。我前几天在网球场打球时，刚好遇到波波。他那天打球时不小心摔倒，然后撞到了网球场的护栏，还擦伤了。你胡说！如果你亲眼看到的话，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来作证？我到马来西亚玩了2天，昨天才回来的。我一回来就接到关先生的电话，找我帮忙。当时 Serene 和她的朋友都在现场，他们亲眼看到你是在网球场受伤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介意把他们都叫来啊。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们也太认真了吧？那几万块钱的赔偿金，我才不稀罕。Serene 小姐，谢谢你的帮助。不客气。谢谢你，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买了这些糕点，请大家当下午茶。感谢你们在这件事上对我的 support and help。Especially 伟堂，如果不是你找到了 Serene， 我的 internship 就被 terminated 了。Focus， 这几块糕点那你跟我们吃，未免太小气了吧？等我拿到了薪水，我再请你们吃大餐。现在只能 afford 这些哦。大餐就不用，只要你下次安分一点，不要再闯祸，就是最大的感谢了。听到了没有？你应该先把实习生的 rules 做好。实习生的 rules？Yes， 告诉他。实习生 Rule No. 1， 不要以为公司是培训中心，公司是请你来做工，不是来上课的。等一下，我要录起来放上网，让所有的实习生一起听。你又要开直播，不怕又闯祸？你真的很想接到警告信是吗？没有，我只是想要录起来放上网，像 Take Note 一样 Take Note。我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实习生第2条，要多谦虚，多请教。
虽然请教是件好事，但是不要有碰到问题的时候说我不懂，不懂就要找资料。不管工作时还是开会，都不要放空，要有贡献。最重要的是看场合说话，不要不懂装懂。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姿态。好，就这么说定了，谢谢你，再见。这是给你的，给我。给你的爷爷吃的啊。谢谢你。我挺惊讶你竟然会帮 Focus。我有个朋友认识 Serene， 那刚好 Serene 跟我朋友提起过波波在网球场受伤的事，他就把这件事告诉我。那 Focus 挺幸运的，有你这个贵人。反正帮了他，对我来说也没有损失，也算是对公司有利益吧。同事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而不是互相伤害。你太天真了，只要是牵扯到利益，人都会变得自私自利的。我不否认人有时候要自私一点，但我还是相信人性本善。找一天去探望你爷爷吧。好啊，我去安排，再让你知道。那我去忙了。Rosie， 你没事吧？来，我扶你。闹完的事就当做没发生过。还是恢复普通朋友的状态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还是可以来找我的。我们这种关系 ，Olivia 会介意吗？他不会介意的。女人的心思是很难猜到的。是的，女人的心思的确很难猜。以后还是少见面比较好。那我先走了。需不需要我送你回家？不用了，我担心 Olivia。你的脚还没好，让我送你回家吧。怎么了？心情不好？你忘了，今天跟 CEO 吃饭。对不起，我忘了。你去了哪里？刚才我遇到了若琪，我看到她走路的时候啊，还是不太方便，就决定送她回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失约的。你连 CEO 的饭局都可以失约啊？若琪是子宁的妈妈，我不可能完全不管她的。你把若琪当家人，但她并没有，她把你当她的爱人。
如果你放不下他，我可以放手，让你回到他身边。你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你不要亲自下厨的，我们可以在外面吃啊。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我都没有煮过东西给你吃，难道你不想尝试我的厨艺吗？钟哥、Sandra 和建廷也跟你同事很久了，他们也没尝过你的厨艺啊。麻辣香锅，给爱吃辣的人，走吧。开动。吃不下的话就别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啊。勉强是不会幸福的。对了，爷爷那件事，若琪没有怀疑吧？应该没有。那老人家的儿女常年都在国外，加上他有失智，根本就认不出我不是他家人，就连疗养院也没有怀疑，更何况是若琪。无论如何，真要谢谢你帮我演这出戏。有时候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孤军作战的，对吧？之前你借我的钱，现在连本带利还你。伟堂，这种事以后还是别做了，我怕迟早会出事。我觉得你可以省这点用啊。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该管。你说的对，是我疏忽了。先走了。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钱还你的。哎，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这笔钱已经欠很久了，我现在很需要这笔钱，我 please 你赶快把钱还给我好不好 ？OK， 这样吧，你再给我2个星期的时间，我一定把钱还你的。你说的啊，如果到时候还不了，你不要怪我不讲人情啊。对了，爷爷那天说想吃芒果，我们去买吧。你需要帮忙吗？我有点储蓄，可以拿出来帮你的。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解决，你不用担心。你以为我担心你还不了钱吗？我是担心你爷爷，如果你没有钱还他养老院的费用，那怎么办？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一定会帮。不是讲好的吗？你老人痴呆啊！喏，
对不起，我忘记了。Sorry， 怎么样？痛不痛？痛啊，莲。好了，不要再说话，就是快要到了。啊，对，你痛哎。哎呀，进去了。快！ 这么热闹，谁的生日啊 ？Jess 的 birthday 啦！都忘了，生日快乐！礼物我再补给你。OK， 快点 make a wish，make a wish。看什么？快点吹！OK， 哎，吃东西啦！哎呀，很不公平嘞！每年我的生日食物都很一般，今天Jess生日，你看食物这么精致，一看就知道很多好料，一定不便宜啦。食物是建廷准备的。哎呀，应该是你得罪了建廷，所以就没有好料吃喽。建廷，你不要这样偏心好不好？我也是你的组员嘞。你对他这么好，买这么多好的食物，我知道他喜欢 Jess。哦，建廷喜欢 Jess。哇，这几时开始的哈？真的啊？没有，没有。亲一个，亲一个，kiss，亲一个。没打没学会。我刚收到消息，我们之前要争取的品牌，又再一次的被 KC Mall 抢走。这一定不是巧合，我们的部门肯定有内鬼。其实之前我们的品牌被抢走，我已经开始怀疑了。可是我想给这个内鬼一个机会，自己出来承认。可是很可惜没有，所以我只好借用这个机会来试探你们。我之前找了伟唐，还有建廷，分别去争取2个不同的品牌。被抢走的品牌是伟唐这一组负责的，而出卖公司的人是若琪。我相信他不会为了钱而出卖公司。请你不要把私人感情放在工作上。我有说他是为了钱吗？那你认为是为了什么？我们不要拐弯抹角了。这世界上没有人做事情是不要求回报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定要让若琪离开公司。其实若琪只是个替死鬼，真正出卖公司的人是我看最有可能出卖公司的应该是你才是那个出卖公司的人呢。这个内鬼他就是，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不是若琪，你还会这么坚持要他走？公司的人都在场，你是故意要陷害若琪，我不想他们误会你。
伟棠，你真的变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同情别人了？你想帮他？你怎么好像特别关心他？没想到他为了帮我，可以牺牲自己。像他这种表面看起来很单纯的人，通常心机都很重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装无辜，骗取别人的同情心。